歡迎收睇聰先生嘅頻道。喺開始之前，想提提你，記得撳訂閱啊，撳埋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更新啦。已經訂閱咗嘅網友都多啲留意下有冇被取消訂閱，當然都唔記得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啦。如果想聯絡我或者支持我嘅網友，可以通過片尾嘅資料。唔阻大家太耐啦，去片。大家好，我係聰神。呢一條係我做嘅第4條關於國安法嘅影片啦。如無意外嘅話呢，我都希望佢係最後一條啦。咁今日呢條影片呢，有啲特別，除咗講下法律嘅內容，喺最尾我都會講下一啲我自己個人嘅感受嘅，更加有我對兩邊陣營嘅一啲寄語，所以千祈唔好錯過，記得睇到尾啊！翻去我哋條 timeline 先，呢條法律嘅草案喺2020年5月21號納入人大嘅議程。5月22號當日就有草案嘅說明，去到5月28號人大會議閉幕表決，以高票通過。6月20日初審草案，去到6月30日由我哋嘅國家主席簽署第49號主席令予以公布。咁呢條法律亦都喺當晚嘅11點鐘正式生效。有好多人話呢次係繼1997年之後正式嘅回歸，其實我都好同意嘅，因為一國兩制終於感受到有一國嘅氣氛啦。而兩制亦都冇受影響。講翻條法案嘅內容啦，我相信未必個個人都有心機睇晒嘅，但係小心啊，就係因為你唔睇晒呢，你好多時都有機會俾人誤導嘅。我就睇晒嘅，簡單啲嚟講有個總結，我嘅感覺呢，就好似中央而家同香港講，由今日開始法律呢就度身訂造咗俾你啦，只要唔搞獨立、唔搞分裂、唔勾結、唔搞恐怖活動、唔抹黑造謠嘅話呢，實事求是，其實咩事都冇嘅。設立嘅機構費用由國家俾，主要嘅人事由你去安排。不過你都唔好鬆懈，23條呢依然都要由你努力去立嘅。架撐我就俾晒你噶啦，學校、媒體、社團呢啲就靠你一手一腳搞翻好佢啦。至於搞你哋嘅人呢，無論佢喺天涯海角，犯法嘅始終都係犯法。講明先啊，我哋只係做顧問嘅啫。成敗得失都係睇你噶啦，1年就要匯報一次。記住呢一點，千祈唔可以影響市民嘅自由啊。不過呢，講到尾，你都只係一個特別行政區，細案件交翻晒俾你哋自己處理。但係關係到國家同國家之間嘅大案呢，有我喺度，你可以放心嘅。有咩唔掂嘅話，再出聲，我哋會扶住你慢慢行。呢個係我嘅演繹啊，咁我唔做編劇住啦。一如既往，我抽啲重點同大家一齊睇。首先，法案第1章嘅總則呢，相信大家唔會陌生，因為裏面呢6條呢，同我上一條影片講嘅內容其實差唔多嘅啫。大致就係話呢條法案用於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同埋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嘅犯罪。入面亦都提到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同埋保障人權，係唔會影響所有居民嘅言論、新聞、出版嘅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嘅自由，更加講到無罪假定同埋一罪不兩罰等等。喺第2章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嘅職責同埋機構第1節嘅職責裏邊呢，我哋就收到一個溫馨嘅提示啦。香港應該盡早完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嘅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亦即係23條。除咗上一集提到嘅學校之外，我哋仲見到社團、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嘅事宜，其實都係受關注嘅。政府應該採取必要嘅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同埋管理。當然唔少得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居民嘅國家安全意識同埋守法意識。而行政長官仲要每年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香港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嘅情況年度報告。接住落嚟，我哋都開始進入法案比較核心嘅條文部分。咁喺呢度呢，我都會抽啲重點同大家講嘅。第一，香港國安委嘅工作係唔受香港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同埋個人干涉嘅，工作嘅信息唔可以公開，而香港國安委嘅決定更加唔會受司法覆核。第二，香港國安委設立嘅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係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嘅，佢會就香港國安委履行嘅職責相關事務提供意見，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更加會列席香港國安委嘅會議。我個人呢，就覺得呢一點好窩心嘅，因為佢將最大嘅決定權都交翻俾香港。點解我咁講呢？因為佢呢度用咗列席，
列席嘅意思即係佢有發言權，但係冇表決權嘅。換句話講，即係最後嘅決定權都係俾翻香港自己。接住落嚟呢，就講到罪行同埋處罰。咁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裡面嘅細緻內容我就唔一一讀出啦。喺呢度我想提下嘅就係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或者資助其他人去做呢啲事呢，都算係犯罪嘅。裡面指嘅恐怖活動罪，我哋呢一年都見唔少噶啦，咁我都唔一一解釋。喺呢度我想提嘅係為恐怖活動組織或者恐怖活動人員、恐怖活動實施去提供培訓、武器、信息、資金、物資、勞務、運輸、技術又或者場所等支持、協助、便利或者製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全部都屬於恐怖活動罪嘅一種。所以你捐錢捐物資，又或者有人要放啲嘢喺你屋企之前呢，一定要問清楚、睇清楚啊！仲有啊，你宣揚恐怖主義或者煽動人哋實施恐怖活動呢，你都係犯法嘅。唔好諗住上網講兩句，唔使負責任，仲可以走得甩喎。跟住我就會講下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咁喺裏邊有一點咧都引起好多人嘅討論嘅，就係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政府嘅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嘅後果。咁樣都算係一種犯罪嚟㗎。藉住大家嘅困惑，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喺7月1號出席記者會嘅時候呢，佢都解釋咗引發憎恨呢一個詞係照抄香港現有嘅刑事罪行條例第9同埋第10條嘅。而有關嘅條文亦都規定引發居民之間嘅憎恨同埋對政府嘅憎恨都可能構成犯罪嘅。佢即時舉咗一個例子，就係如果有關謠言引發全社會對政府嘅仇恨，呢啲子虛烏有、出於惡意嘅行為就可能構成犯罪啦。睇到呢度，準備抹黑或者造謠嘅你，一定要諗清楚啊！嗱，接住落嚟呢個位置呢，我諗都稱得上係犯罪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嘅救命草啊！第33條裏面指出，有以下情形，對於犯罪或者嫌疑人、被告等等，可以從輕、減輕處罰；犯罪較輕嘅話呢，可以免除處罰添。咁到底係咩呢？就係第一，喺犯案過程裏面自動放棄犯罪，又或者有效地防止呢個犯罪結果發生嘅；第二，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嘅罪行；第三，揭發他人嘅犯罪行為，查證屬實，又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嘅呢，都係有機會符合呢一條條文嘅。所以有咩事真係唔好咁傻，攬晒上身啦，為自己着想下，因為你唔篤人，人哋都可能篤你噶嘛。咁呢條法案嘅對象，除咗係香港人之外，其實你唔係香港人，甚至唔喺香港呢，如果你干犯到以上嘅罪行，都適用於呢條法律嘅。呢一度都有一條好緊要嘅條文，就係話本法施行以後嘅行為呢，適用於本法嘅定罪處刑，即係話施行之前嘅嘢呢，最多都只係可以做參考嘅啫，就唔屬於呢條法例嘅處刑嘅，亦即係大家講嘅冇追溯期。嗱，唔好以為犯國安法好好玩啊！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足夠理由相信你唔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如果唔係呢，你係唔准保釋嘅。跟住就講到法官啦，行政長官呢係可以指定若干名法官去處理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嘅，而呢啲被指定嘅法官任期會有1年，更加冇提及過關於法官國籍嘅要求。但係如果法官有危害國家安全嘅言行呢，都唔可以被指定為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嘅法官。就算你喺獲任為指定法官嘅期間，如果你有危害國家安全嘅言行嘅話呢，都會被即刻取消資格。好啦，嚟到一啲國家級嘅嚴重案件啦。第55條指出，有以下情形之一，經香港特區政府或者駐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提出，並且報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就可以由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嘅案件行使管轄權。第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嘅複雜情況，而香港好難去管轄嘅。
第二，出現香港特區政府無法有效咁樣執行本法嘅嚴重情況；第三，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嘅情況。咁個程序會係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負責立案偵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有關嘅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並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關嘅法院行使審判權。成個程序事宜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嘅規定。好啦，嚟到附則，亦即係最後嘅部分啦。第64條呢，都向大家解釋翻一啲字眼，包括有期徒刑啦、無期徒刑啦、沒收財產啊、罰金啊等等。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呢條法律嘅解釋權係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嘅。咁條法案呢就講完啦。聽到呢度，一路生活緊嘅普通市民呢，其實都唔使擔心嘅，因為條法案嘅內容真係同你嘅生活一啲關係都冇，同埋唔會有國家以拉自己嘅人民去坐監為己任啩。呢條法律不但止唔影響你嘅自由，仲多咗一個你可以決定表達自己，又或者唔表達自己嘅自由，起碼唔怕出到去講句嘢唔啱聽會俾人打一身啦。諗諗下，普通市民嚟講，應該覺得開心至係，因為終於可以脫離呢個連食飯都要講黃藍嘅困局。如果仲係有人覺得唔甘心嘅話呢，其實你已經好好彩噶啦。條法律呢就冇追溯期嘅。如果你真係諗唔通，又有本 BNO 嘅話呢，我勸你都係快啲諗辦法叫英國收留你。當然啦，喺呢個經濟環境，對方無條件收留你之餘，當地人又可以當你貴賓咁歡迎嘅話，你都係跌埋心水，快啲過去啦。如果仲係好天真，以為一直喺地面做緊嘅嘢，只要轉做地下就冇事嘅話呢，你真係要諗清楚啊！唔好以為喺網上面講下就冇事，因為你今次挑戰緊嘅唔係一個執法部門，唔係一個城市，而係一個國家。而且而家嘅形勢對你嚟講，簡直係草木皆兵。點解？第一，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嘅803懸紅其實都幾吸引噶，尤其是係經濟唔好嘅時候，100萬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可觀嘅數字嚟噶。嗱，除非你事先安排，叫你啲親戚朋友懟你上去，售完出嚟再幫手照顧下你啦。如果唔係，我相信你都唔希望成為你朋友嘅第一桶金噶嘛，係咪？第二，唔好講咩唔割席啦，上到去懟你出嚟有機會免刑喎。如果出賣你等於拯救自己嘅話，我諗應該唔會有人咁傻陪你入去受記錄啩。再諗住出去行動之前，唔該你稱下你個手足，有喜事上嚟，到底當你兄弟啊，定係當你契弟呢？分分鐘你入咗去，你女朋友佢都幫你貼身照顧埋。仲有啊，你有啲屋企人可能都有啲年紀噶啦，未必等到你嗰十碌噶嘛。再加上到咗今日，我覺得不割席、不篤灰呢6個字呢，其實同 DLLM 係冇乜分別嘅，因為講咗其實未必會做噶。你睇下幾多人退場啊？以前佢哋淨係叫你去，自己冇份去都叫大聲啲。到咗今日，佢哋依然唔會去，但係連叫你去嘅勇氣都冇埋。退場嘅退場，退休嘅退休，我諗你唔會咁浪漫，自己走出去啩。第三，嗱，我自己就突如其想咁諗啦。如果有人揾到個落台階，講一句唔好意思喎，原來我哋呢度真係有人唔生性，一路喺度搞緊你哋，幫助緊你哋嘅人搞事。嗱，不過呢，我哋就做咗嘢噶啦，手上面呢份名單呢，可以幫你哋將人員連根拔起。不如我哋傾翻，你哋到底需要幾多大豆，幫下我哋嘅農民，救下選票，下屆連任就穩穩陣陣啦。其實後邊俾人督出嚟嘅方法呢，真係有太多啦，多到可以舉辦一場花式督灰比賽。我喺呢度只係隨便講3個啫。以下落嚟真心講嘅，回頭是岸啦，唔顧自己都顧下自己身邊嘅人。我點都認為話俾人聽自己個仔衰國安，真係唔係一件光榮嘅事。仲有啊，唔好下下同人講咩贏輸贏輸，你人生裏面嘅贏輸真係淨係取決於呢件事上面嘅啫咩？問心一句啊，成個運動搞到今日，我覺得贏咗嘅只有陳同佳啫。嗱，有人就話林鄭贏咗，我覺得呢，佢係一個好好嘅媽咪同埋特首，但係遇到呢啲事的確係冇經驗，
好多嘢唔忍心，好多掣肘，的確係有好多可以改善嘅地方同埋空間。但係你不妨諗下佢上任嘅時候係咪真係有呢個預備呢？至少以前個樣都寬容啲，冇而家咁苦啊。有人就話警察贏咗，嗱，佢哋揾命搏咗1年，一人返工，全家受辱。無論天冷天熱，你喺度嘅地方呢，佢基本上都要喺度噶啦。有啲更加因為操勞過度而犧牲，乜佢哋真係贏咗咩？有人話藍絲贏咗，但係經歷過講一句我係中國人都俾人打嘅時候，俾人逼你表態嘅時候，講句說話唔啱聽就俾人網上公審，俾人癱瘓交通、截停查車，甚至撕張紙、執嚿磚，講錯一句都會有生命危險嘅環境，贏咗啲唔好嘅經驗啊！中立嘅人可能都稱得上係一個贏家，因為你哋唔使再俾人逼你表態，唔使再俾人批評你哋冇良心。如果聽到呢度仲係有人覺得自己輸晒嘅話，講到輸，有冇人諗過喺台灣遇害嘅潘曉穎小姐啊？有冇人諗過佢屋企人啊？我真係覺得大家應該冷靜落嚟，重新考慮一下，係唔係需要修訂翻逃犯條例同埋呢條條例嘅重要性？有冇諗過因為呢件事而失去朋友、親人、情人嘅人呢？嗰啲身體受重創甚至死亡嘅人呢？如果你今日仲好人好者坐喺度，乜你真係有資格去講個輸字咩？你輸咗啲咩啊？輸咗啖氣啊？定係輸咗時間啊？1年好長咩？如果你失手俾人踏咗入去，你仲有幾多時間可以輸呢？嗱，其實喺呢件事上面呢，的確係有一個人輸得好甘嘅，佢就係花輪同學啦。人哋本身呢都係出嚟叫下口號，練下花輪大法嘅啫嘛，至少人哋冇咩暴力啊。你諗下，你搞咗成年，打爛埋人哋隻飯碗，而家人哋啲口號全部都唔出得街啦。唉，所以我都唔知點講啦。最後我喺度希望呢條法律可以為香港嘅和平穩定拉開一個序幕。我喺呢度亦都想對藍營嘅朋友講，勿忘初衷。當初喺人哋佔上風嘅時候，你哋有幾難受，有幾痛恨對方嘅人身攻擊，幾頂唔順呢啲語言暴力、粗言穢語，幾想對方俾個下台階你。而家感覺東風嚟啦，局勢都應該慢慢穩定啦。正如我之前有一集影片解結裏面所講，俾個下台階大家啦，都鬥咗成年咯，始終都係要生活噶嘛。一家人又好，情人又好，朋友又好，同事同學都好，都係時候要和好啦，係咪？仲有啊，雖然有咗國安法，都唔好鬆懈啊。法律喺未審判之前，只係一個阻嚇性，但係香港開埠以嚟都係有法律噶。雖然今次國安法嘅內容都好完善，但係你都難保會有亡命之徒噶嘛。不過我估過埋選舉呢，就應該都會穩定落嚟噶啦。我自己呢，都有心理準備，可能未來嘅收視同埋訂閱都會下滑嘅。但係正如我所講，如果換翻和平穩定，何樂而不為呢？我喺呢度亦都再一次感謝同大家呢1年嚟嘅並肩作戰。你哋每一位會員、每一位網友都係我嘅無名英雄。呢1年嚟能夠認識大家，亦都係我嘅福氣。放心啦，我嘅平台依然會喺度嘅，繼續同大家衝出嚟講，衝出嚟遊，衝出嚟拆，衝出嚟傾。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啦。講翻一句好耐冇講嘅完場對白，我喺度衷心希望香港盡快回復和平。拜拜。